黑帮大佬杀了我的爱人之后，我开始追求他的女儿。相爱3年，我做舔狗做到了极致，人人都知道我爱江宁，爱到疯魔，哪怕付出生命。终于，江宁答应了我，而我也终于得到了黑帮大佬的信任。所有人都叫我二老板，认为江宁继位后，我就会代替他的父亲，成为新大佬。直到婚礼上江宁的初恋出现，被人追杀，江宁危急时刻将我推了出去，而我心甘情愿为他们挡枪子。初恋背叛，江宁才知道自己做的有多错。他跪在我的病床前，求我醒过来。他说他爱我，可我不爱他呀。从一开始，我出现在他的身边，就是为了毁了他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做了江宁的舔狗3年，为其出生入死，终于，我的诚信打动了江宁。他问我愿不愿意娶她，和他一起料理他爸爸的家业。我受宠若惊，问他为什么，他只用高跟鞋踩上我的胸膛，高高在上看着被他按跪在地上的我。因为你是我这么多年里身边最忠诚的狗，你足够爱我，也足够听话，更有实力和本事。最重要的，你像我的初恋，抬眸看着女人美艳的眼睛。我苦笑，原来你一直将我当成替身。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可面对江宁，我这样强大自重的男人还是落了泪。江宁一怔，眼中浮现复杂的情绪，转身离开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，在江宁的心里，我就是薛凯的替身。之所以装出受伤的样子落泪，无非是让江宁更加心疼我罢了。他的面上不显，但我知道他早已经在朝夕相处的时光里爱上了我，只是他自己不知道，依旧装腔作势，还没看清楚自己的心。我得帮他呀。手下的小弟也劝我，大小姐绝对是爱你的，只是爱而不自知。但你看，现在不都愿意和你结婚了吗？老板也同意了，可见有多满意你这个女婿。也是，3年的时间里，我伏低做小，外边风光无限，气场骇人，一回到家就对江宁俯首称臣。这种反差感，就算女人的心是块冰，也该融化了。在江宁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时候，他会冲我撒娇，时不时过来亲亲我，抱抱我。某些难以把控的晚上，还会主动地引诱我。为此，我也成功借着他的事走到了他的父亲江少川面前。江少川早就听说过我，知道我的本事，又一看我如此疼爱他的闺女，当即二话不说就拍板了我们结婚的事。所有人都叫我二老板，认为江宁继位后，我就会代替他的父亲，成为的新老板。一时间，我成了里除了江少川之外最有权势的人。直到在我和江宁的婚礼上，他消失了5年的初恋薛凯满身是伤的出现了。那一天，我们的婚礼被那个小混混打乱，追杀薛凯的人跟着来到，二话不说冲着薛凯开枪。为了救初恋，江宁将薛凯拉到了身后护着，而将我毫不犹豫地推了出去。其实在婚礼之前，我们就已经见过薛凯了。遇见他的那天，我正去会所接江宁回家，推开包厢门的刹那，我瞬间蹙起了眉。知道江宁一直玩得很花，但每次瞧见了，我都心生恶心。我一进去，一群女人便前仆后继地围了上来，往我身上蹭。江宁很少在外承认我的身份，所以很多人只知道我是里只手遮天的二老板，却不知道我和江宁的关系。赵爷，我也不拦着他们贴在我的身上，虽然反胃，但看到江宁吃醋的神情也实在舒爽。向来不喜欢承认我的他，在那天狠狠摔碎了手里的酒杯，盯着我咬碎了一口银牙，
连眸子里都灌满了不悦和委屈。我这才挥开了跟粘在身上的女人们，松了松领带，过去揽住了江宁细软的腰肢。还不回家？江宁哼了一声，明显是被取悦到了，但还是想发发小脾气。见有几个女人还不死心往我这边蹭，我叼着烟骂了一句：少他妈凑在我身上，谁敢惹我老婆不高兴，我他妈就崩了谁。包厢里突然安静了，男人们忌讳我的身份，不敢吭声，女人们则半是羡慕半是嫉妒地瞪着我怀里的江宁。见我大庭广众说她是我的老婆，江宁的脸刷一下就红了。饶是以前再看不上我，现在竟也知道害羞了。出门在外这么拽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识呢。江宁娇滴滴朝我灌了一杯酒，然后亲上我的唇，小野猫一样的朝周围觊觎我的女人宣示主权。回家吧，乖，你喝醉了。将江宁脸颊前的发丝勾到她的耳后，我轻轻咬上了她的耳垂。浑身酥麻之际，江宁不得不答应我的话，老实跟我回家。可旁边的女人突然来了一句：这就走啊，江姐，我们刚还叫了男模送酒呢，不再玩玩。我漫不经心瞥了一眼那个女人，那女人瞬间红着脸转过头：把你的心思拿远些，我老婆有我就够了。可话音刚落，包厢门就被推开，一群送酒的男模鱼贯而入，薛凯就在其中，穿着廉价的透色西装，手里端着几瓶酒。几乎是看到江宁的瞬间，那人就愣住了，又看了江宁紧拉我的手，自嘲一笑，落下了眸子。江宁本来全神都在我的身上，甚至还没出去，就开始利用小动作有意无意地勾引我。直到人群中传来一声：那不是薛凯吗？怎么，你甩了我们江大小姐之后，混得这么差了？瞬间听到那名字之后，包厢里又陷入一阵诡异的沉默。江宁猛地抬眸扫过去，连抓着我的手都愈加用力，鲜红的长指甲死死嵌进我的手背，使我疼得皱眉，大概是觉得难堪。薛凯瞬间一抖，手里的酒尽数摔在地上破碎开来，碎片酒液四溅开来。我快速将江宁往后一拉，站在他的身前，酒瓶的碎片擦着我的小腿，划破了西装裤，也将我的腿划出了一道口子，鲜血汩汩地流。可江宁没看见，他满心满眼只有那个曾经抛弃了他的男人。薛凯闯了祸，转身就想走，被江宁一个快步狠狠拉住了胳膊。江宁不顾周围是否有人，扯着薛凯的领口，恶狠狠道：薛凯，你还有脸回来？我有没有说过，再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我一定会杀了你？是了，薛凯是江宁的初恋男友，当初两人分手，闹得相当难堪。薛凯和江宁自幼相识，一个是高高在上的黑道小公主，一个是街边自由的少年郎，说白了就是个混混。但彼时的江宁喜欢得要死，后来出了事，两人大吵一架。江宁的性格更是公主病，死都不肯低头。薛凯和他赌气，喝酒之后竟然和别的女人睡了。江宁知晓后，狠狠处置了当初的那个女人。事后他和薛凯也算走到头了。薛凯离开之后，所有人都认为江宁恨透了他，只有我知道，薛凯就如同江宁心头的朱砂痣，弯不得，忘不掉。看着江宁对着前男友歇斯底里，红了眼眶，我不顾小腿上的疼痛，出声：宁宁，别闹得太难看。言外之意，给彼此都留个面子，一是薛凯，二是我。可江宁却冷冰冰看我一眼，沉声：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和他的事轮不到你来管。这话说的可真难听。我不再劝，蹙起眉，
却没想到薛凯隔着江宁朝我露出一抹挑衅的笑，转而就一脸宠溺愧疚地继续看江宁。他甚至伸手去摸江宁的脸，无比温柔缱绻。宁宁，就算你恨我，也不该找一个我的替身，嫁给一个你不喜欢的男人，我会心疼的。那样魂不吝的男人，竟也为江宁落了泪。当年那件事，我一直想告诉你，我是被下了料的，你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，我和那女人根本没发生什么。江宁猛地愣住，那你为什么不解释？他眼中的恨意在薛凯说自己是下了料之后瞬间消失殆尽，只蹙着眉头，心疼又迟疑看着薛凯。薛凯听了江宁的话后却是苦笑，当时我自知伤了你的心，配不上你，那还能奢望能和你继续在一起呢？加上我这样的身世，只会拖累你。后面的话他没有再说。江宁就是再傻，看他现在的处境也明白了。你真傻！江宁猛地就扑进薛凯怀里，哭得不能自已。薛凯借势揽住江宁，冰冷的眸子却朝我扫了过来。其实薛凯说的话根本就是胡诌的，明眼人一听就知道多么扯淡，但却无法查证。当初和薛凯上床的女人也早被江宁折磨得生不如死，早已经不知下落，能怎么办？就算所有人都不信薛凯，江宁信，他就这么当着我这个未婚夫的面原谅了曾经背叛过自己的男人，甚至心疼地为他落泪，心脏发闷，被所有人或同情或心疼或嘲笑的目光打量。江宁却对我视而不见。他攀着薛凯的胳膊笑，既然误会解开了，你就跟我回去吧，以后跟着我爸爸干，我带你回家。江宁，我第一次连名带姓叫了江宁的名字，眯了眯眼，那是我们的家。可江宁充耳不闻。我听到有人小声说，江大小姐这就和薛凯和好了，那赵爷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不要了呗，初恋都回来了，还要赵爷那小子干什么？不过赵爷那么能干，又那么爱江宁，就算江宁不要他，江少川那老头子也一定舍不得这个女婿。江宁也听见了，终于才肯施舍我一个眼神，看着我1.9米的个子站在那里，却是那么的可怜又卑微。他皱了皱眉，却终究什么都没说。当晚江宁就把薛凯带回了我为我们置办的新家。这套房子是我出生入死才赚来的，现在却被未婚妻带着她的初恋先入为主。我走在后面，拳头攥得死紧。关门前，薛凯将我推到了门外。那就谢谢赵爷送我们回家了，现在你可以走了。我冷笑，对上他小人得志的样子，直接掏出刀顶在他的颈部大动脉上。懦夫！当场就被吓得软了腿。你算什么东西，敢忤逆我？下一秒，薛凯颤着声音叫了江宁的名字，江宁就从包里掏出我曾送他的小刀，对准了我。赵爷，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只是我和我爸爸的一条狗，现在竟然敢对着我的人，你的人！我转头看向江宁，眼圈霎时就红了。那我算什么？江宁！江宁避开我的眼，缓缓放下了刀，又将薛凯拉到自己的身后，正对着我明晃晃的刀尖。你回家吧，我说过会和你结婚，就不会骗你。毕竟情义不在，利益在。门在我的面前被关上，我瞬间就失去了力气。好一个情义不在，利益在！我苦笑，一个人孤零零站在自己的房在外，像一个被抛弃的野狗。身为男人，我也有我的自尊心，我本该转身就走的，不再做舔狗。可是不行，我必须要继续爱江宁，我必须要毫无悬念地娶她，和她结婚。我就该像一个打都打不走、卑躬屈膝、不知廉耻的狗一样，黏在他身边，黏在江少川身边，情不自禁摸上了心口。
那里有许念念的照片。我蹲在门口的树下，一下又一下抚摸着那张照片。照片上的女孩笑颜如花，清纯又可爱。她也是我的初恋，要不是江宁的父亲，我们可能早就结婚了。许念念是一个特别好的女孩，我们青梅竹马长大。她会在我工作回家时蹦蹦跳跳跑到我的怀里，会做很多好吃的甜品给我吃，因为她说看着我吃甜品心情变好的时候，她也会觉得幸福。可她被江少川害死了，只是因为她长得很漂亮，就被绑架走了，被送给那些财阀取乐，最后活活被折磨而死。让我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呢？将照片收回到心口的口袋里，我捂着心哭得歇斯底里，双肩颤抖得不像话。直到一双高跟鞋出现在我的视野里，江宁居高临下看着我，还以为我是在为他哭。他伸手将我扶了起来，神情动容：“你吓坏薛凯了，给他道个歉，我就让你回去睡，好不好？”这样的语气代表着江宁在和我商量。他的脾气只允许他服软到这个程度。为了他的心，为了他的信任，我沉默了好久，然后微笑：“行啊，只要你会和我好好结婚。”我这个二老板给江宁初恋道歉的事，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圈子。赵爷平时多牛逼，怎么就掉在大小街艺人身上了呢？我听到耳朵里，却并不当回事。如我所愿，最后连江少川也知道了这件事。老爷子更加认定我爱他女儿，爱到疯魔，一边更满意我，将手下的项目都交给我，一边将江宁叫到身边训斥。江宁也听话，在外边买了一套别墅，将薛凯这个小白脸养在里面，就是不肯断。我的小弟都替我鸣不平，但大多数早就看不惯我的人都在嘲笑我。他们说我迟早被江宁抛弃出局，我全当听不见，对江宁更好。婚礼定在1个月后，我每天都激动地扳着指头数日子。江宁看到了，又是不屑又是愉悦。你就这么爱我？要是娶不到我，岂不是要难受死？我将他揽进怀里，问他：“是啊，娶到你是我一辈子的愿望，不然我真的会伤心死。”江宁很是受用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他将一块表戴到了我的手腕上。诺，不及你的生日礼物，对不起啊，上次你的生日和你吵架，害你都没好好过生日。他说的是上一个生日他故意为难我，让我出丑的事。可他不知道，从许念念死之后，我从没过过生日了。我点头，又在江宁的额头上落下一吻。谢谢，我很开心。江宁也跟着笑了出来。在我将手上这只戒指配对的另一只戒指戴到他手上的时候，他也没有拒绝。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注意，他面对我时已经变得越来越娇憨温柔。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我在手下的人群里发现了薛凯，将人揪出来扔在地上。我质问他：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滚蛋！”薛凯却振振有词：“是宁宁让我来的，她让我先进来，在会里工作，以后好给江董事长打下手。你敢赶我走？”我气笑了，直接给了他一记窝心脚。一个软蛋也想在这里混日子，你也配？薛凯气红了眼睛，直接就跟我打了起来。小弟们见此开始起哄，气氛乱起来的时候，薛凯这孙子就偷偷从腰间拔出刀朝我刺过来。我猛地躲开，匕首还是擦着我的手臂划过，留下了一道血口子。手表也在和薛凯打斗的时候掉落，被他一脚踹进人工湖里。就在我薅着他的衣领要落下拳头时，江宁出现了。他冲到人群中间，带了很多保镖，先是将薛凯扶起来，再是过来狠狠推了我一把，却在看到我胳膊上的血口子时愣住。薛凯趁机道：“
宁宁，是他先挑事的，他赵也不满意你对我这么好，直接打人。我知道。江宁直接说出口，不在乎周围人的辩解和我的解释，只盯着我，神色复杂。赵爷，你就这么无理取闹吗？无理取闹这4个字第一次被按在我的头上，我就那么愣在原地，想抓江宁的手，却被甩开了。是他把你送我的表扔了，是他先言语挑衅我的，你为什么不信我？江宁没再说话，转身搀扶着薛凯走了。可临走，他又嘱咐身边的保镖去找医生，给赵爷胳膊看一下啊！他是真是既要又要。我扯了扯嘴角，不必，死不了。江宁猛地转头看我，被我眼中的情绪刺痛，他哽了哽，最后哼了一声，不必就不必，告诉公司所有的医生，谁都不许去给赵爷看。临走又冷冷看了我一眼，我送的表你去捡回来，不然别想和我结婚。小弟们义愤填膺，赵爷，你就非要娶大小姐吗？他压根儿都不把你当人。我却勾了勾嘴角，摆了摆手，而后一脚踏进基地的人工湖里。真冷啊，这水1天1夜，我整个人都泡在湖水里，在手都泡花后，终于找到了那个早就不走时的手表。凌晨2点，我浑身湿透，敲响了江宁的门。门打开的瞬间，我看到了赤着上半身的薛凯。他来开门时，上半身的肌肉上还挂着水珠，攥紧了拳头。我咬牙切齿问他：江宁呢？薛凯上下打量我，像看一只狼狈的狗，笑眯眯挑衅：宁宁啊，还在洗澡，你别误会，我们刚刚只是运动出了点汗，这身上啊黏糊糊的。我再也忍不住，一拳头直接砸了过去。薛凯扑通一声摔倒在地，嘴和鼻子直接涌出了血。江宁闻言出来，本来看着薛凯是要对我发火的，可目光转到我身上，江宁猛地一顿，只见我浑身湿透，单薄的衬衫贴在身上，勾勒出胸肌腹肌的轮廓，整个人像个狼狈又可怜的狼狗，被风一吹，整个人都开始发抖。江宁猛地将一边的浴巾拽下，小跑到我身边，将浴巾披在我的身上。见我还是发抖，江宁竟然毫不嫌弃地抱住了我，用他炙热的体温为我取暖保温。他的眉头紧皱，又心疼又生气，看到了我手里的表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你是傻子吗？我只是想让你跟我服个软，你为什么这么犟？这一次我却推开了江宁，将手表还给了他。我来还你东西。江宁，初遇你的时候，我们之间有100步，现在我朝你一共走了99步，可最后一步，我实在没有力气了。这最后一步，是我身为男人仅剩的尊严了。既然你的心我捂不热，干脆就不捂了。你爱薛凯，我就给你俩让地儿，咱们俩断了吧。最后我再度瞥了一眼地上一脸愤恨的薛凯，转身就打算离开，手腕却被江宁死死抓住了。他不让我走，看着我的眼里充满了不可置信，甚至还有代表着委屈的泪花。什么意思？赵爷你不结婚了？我叹了一口气，苦笑：不想结婚了，松手吧，大小姐。听到久违的大小姐称呼，江宁眼圈彻底红了。刚认识的时候，我叫她大小姐，后来在一起了，我就叫她的小名，偶尔生气也会全名全姓的叫她。但她从未想过，我会是最先放弃我们这段关系的人。甩开江宁的手，我深深看了眼她，失望地摇了摇头。我真的太失望了。江宁却怎么都甩不开，她的红色指甲再次嵌进我的肉里，咬牙切齿：赵爷你个王八蛋，是你说的非我不娶，是你说娶我是你一辈子的愿望，现在就想反悔。说着，他踮起脚尖，
重重吻在我的唇角，牙齿都将我的嘴唇咬破。我告诉你，晚了，我这辈子只可能嫁给你一个男人，别人再好，地位也不会比过你。别再跟我闹了，赵野。那天晚上，薛凯终于被江宁下狠心赶了出去。他将我拉进浴室，亲手伺候我洗澡，生怕我身体受凉，伤口发炎。然后将医生全被叫了过来，给我检查身体上药。医生走后，他又主动现身，抱我，亲我，期待我对他再度有反应。他摸着我的脸，对我说：“只是可怜薛凯，薛凯吃了很多苦，他只是初恋滤镜，才肯多看他2眼罢了。而现在他已经清楚地明白，他爱的是我。早在我为他出生入死的时候，就爱上我了。我的心里嗤之以鼻，但面上还是要选择原谅。结婚的日子快到了，我不会允许再有任何意外。可还是出了事。婚礼的当天，江宁的父亲临时有大事，说要晚些来，我只能在心里期待他能到场。我的婚礼没他不行的。新郎，看着你面前的女士，你愿意娶她为妻吗？不管贫穷还是富裕，健康或是疾病，你都愿意呵护她，陪伴她，一起白头偕老吗？我不愿意。我愿意。神父满意的笑着。江宁毅然。新娘，看着你面前的先生，你愿意嫁给他为妻吗？不管贫穷还是富裕，健康或是疾病，你都愿意呵护他，陪伴他，一起白头偕老吗？江宁看着我，正要开口的时候，满身是血的薛凯猛地冲了进来。他不愿意，这傻逼，这时候来抢婚了。江宁看到薛凯惨兮兮的样子，大惊失色，也不顾我们的新婚誓词，直接跑下去扶住了薛凯。你怎么了，薛凯？薛凯张口不提外面有人追杀他，只抱着江宁猛然落泪。宁宁，让我眼睁睁看着你嫁给别的男人，我做不到。跟我走吧，我求你了，宁宁，我爱你啊。江宁为难，回头看了我一眼。抱歉，赵野。他的情绪有点不稳定，我可能得先安置一下他。婚礼能不能推迟几个小时？我一言不发，走下高台，看着江宁。你确定吗？江宁，你确定我给你这几个小时后，你回来，我们还有未来吗？闻言，江宁不悦地蹙紧了眉。赵野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没看到薛凯现在情况很危急吗？话音刚落，婚礼外边便响起了一响，追杀薛凯的人跟着来到，二话不说冲着薛凯打过来。江宁瞪大了眼睛，眸中闪过一丝怀疑。我们结婚的地方隐蔽，还有重重警卫把守，只有内部的人才可以通行。可情况紧急，江宁再也没精力思考生死攸关的瞬间。为了救初恋，江宁将薛凯拉到了身后护着，而将我毫不犹豫地推了出去。随着一声响，一颗子弹穿过我的腹部，顿时血流不止。大哥，赵爷！我半跪在地上，嘴角涌出一口血。婚礼上的兄弟们都拔出家伙时，和这些莫名其妙出现的人打成一片。而我亲眼看着江宁搀扶着薛凯一瘸一拐地离开，他们相互依偎，显得我像个笑话。江宁转身，不忍地看着我。赵爷，我信你，你会活下来的。他们是冲薛凯来的，我得先带他跑，这样你才能安全。这女人的脑回路总是新奇，我流着血呢，都快被气笑了。可转眼间，一个黑漆漆的东西就对准了江宁的背影。江少川带人在这时候赶回来了，刚解决了外边的人，就看到一个不怕死的瞄准了他的心肝女儿。宁宁，女儿！江宁转过头的刹那，我起身跑过去，挡在了江宁的身后，替江宁又挡了。之后彻底休克昏死了过去，一大片血染红了我的白色西装。
像朵盛大的灿烂玫瑰。江宁瞪大了眼睛，亲眼看着我在他的面前倒了下去，顿时什么也顾不得，直接将薛凯丢在地上，朝着我哭吼着扑了过来。精致白嫩的手颤抖地捂着我身上的血窟窿，哭得歇斯底里。赵野，怎么那么傻呀你？赵野，他一遍遍说着对不起，一遍遍求着我不要死。我当然不会死，我还没完成我的计划，还没亲手杀了他爹呢，怎么会死？差点死了，幸亏早有准备，也看准了角度，那颗子儿就差一点钉进我的心脏。医生在江宁和江少川让他们给我陪葬的恐吓下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将我从鬼门关里扯了回来。睁开眼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江宁，他还是哭哭啼啼的，眼泪就像流不干一样，都能拿去拯救撒哈拉马干沙漠了。江少川也在，见我醒了，拍了拍我的手：“好孩子，你受苦了。宁宁真是修了几世的好福气，才能换来一个你守护她。”江宁闻言哭得更凶，我虚弱抬起手擦去江宁的眼泪，令两人对我更加愧疚。江少川将江宁赶出了病房，一个人坐在我的病床边，叹气：“这次出事是由那个薛凯而起，那些人都是来寻他的仇的。这个王八蛋自己捞不到钱，就把主意打到了我闺女的头上，这才自导自演了这么一出戏，没想到却害了你。女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处理薛凯，给你出气。”我打断了他，无比虚弱：“伯父，我不在乎薛凯，我在乎的一直都是大小姐。可经过这几遭，我真的死心了，可能要辜负您了。我打算和大小姐分开。”江少川一听就急了，他人已经老了，产业将来是要交给江宁的，可江宁女孩子顶不住事，因此他早就把我当成接班人培养。看着我对上心，看着我对江宁上心，他早就主意于我，非我不可。别呀，小赵，宁宁她还是爱你的，你看这次她算是彻底清醒过来了，你就再原谅她一次啊！这样，我拍胸脯给你保证，给你们补办婚礼，我做主。结婚以后，宁宁要是对不住你，我的产业以后就都是你的，谁对婚姻不忠，谁就没有继承权。听江少川都这么说了，我也只好妥协。婚礼的当天，你会全程在的吧？我试探，苦笑。您也知道，我怕宁宁她再逃婚，我真的爱她，不能再承受一次那样的打击了。江少川皱眉，很是理解心疼我，拍着胸脯跟我保证，婚礼当天他绝对从一开始就在，避免我们的婚礼再出幺蛾子。我这才满意。出院当天，江宁送我回基地，他不再摆大小姐的架子，对我异常好。爸爸已经跟我说了，婚礼的事情是薛凯一手策划的，我已经看透了他，以后绝对不会再任由他伤害你了。我似笑非笑，低头看江宁，眼中满是嘲讽。是他伤害的我，还是你伤害的我？你真的没数吗？江宁顿住，在我眼里，他已经看不到分毫的爱意，于是他开始慌了。我以后不会了。他颤抖着拉起了我的手，我会和你结婚，会和你好好在一起，我还想给你生孩子。赵野，不要用这样的眼神看我好不好？你明明最喜欢我了。说到最后，他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小。没等到我的回应，倒是不远处疯疯癫癫的薛凯拿着刀从角落里冲了出来，那把刀直冲我而来。薛凯眼里的恨意和不甘是那么明显。赵野，去死吧你！要不是你，我才不会落到这般田地。我冷眼看着那疯子朝我奔过来，到底一动都没动。我只看着江宁，期待着他这次的选择。砰的一声响，江宁手里的东西还在冒烟，薛凯被当场爆头，
滚在地上死不瞑目。江宁这是第一次解决人，犹记得最开始还是我教的他，以前连他的亲生父亲教他学，他都没学会呢。我嗤笑一声，叼着嘴里的烟，伸出食指按下了江宁手里的家伙时，江宁看着我，目光颤抖。我杀人了，第一次，为了保护你，赵野，现在你可以原谅我吗？我挑眉，怎么？大小姐是忘了自己曾经也拿这玩意指着我的画面了。我转身就走，却没发现身上的那张照片掉落在地。江宁愣住，缓缓蹲下，像机器人一般捡起了那张照片。在看到照片上的那个人时，江宁几乎是疯了一般歇斯底里。他捏着照片，快速追上我，一把扯着我，将照片砸到了我的脸上。赵野，他是谁？江宁没见过许念念，自然不认识这是谁。他愤怒于我身上有其他女人的照片，愤怒于原来一直给他当舔狗的人，心里其实并没有他。我也懒得装了，捡起照片，我将许念念的脸抹擦平整，而后垂眸，冰冷对上了江宁质问的视线。初恋，我的挚爱，怎么了？江宁几乎是瞬间就哭了。那我呢？我算什么？我无所谓。将嘴上的烟拿下来，弹了弹烟灰。算笑话。啪！我的脸上火辣辣挨了一巴掌。赵野，你混蛋！看着江宁的泪水，我却畅快地笑了。怎么？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啊？只许你将大小街有初恋，就不许我有白月光挚爱。趁我不备，江宁猛地扯过我手里的照片，撕成了碎片。那一刻，我再也忍不住，眼圈瞬间发红，蹲下连忙捡起来那些碎片。我的许念念，我的许念念，那是我所剩的最后一张照片了。眼泪一滴接着一滴滚下，江宁看着我这副样子，都吓到了。赵野，他试探地叫我却不闻不顾，收好了碎片。我站起身，在江宁害怕的目光下，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。多年来的屈辱和恶心在此刻显露得淋漓尽致。我咬牙切齿，心中却无限悲哀。江宁，我从未爱过你，实话告诉你，和你在一起，不过也只是玩玩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连他的一根头发丝也比不上。狠狠甩开崩溃绝望的江宁，我迈步离开。江宁这才反应过来，我是真的不爱他，不要他了。害怕、愤怒、后悔的感情一起涌上心口。他坐在地上，边哭吼边祈求：赵野，你不许走，不准走，你就不怕我告诉爸爸吗？我的步子这才一顿，回眸，我冷冷地看着江宁。好啊，告诉你爸，然后我们彻底结束。江宁被我吓住，又连忙摇头：不，我不告诉他了，我不要和你结婚。赵野，我求你忘记那个女人，好好和我在一起，好不好？以前你明明爱我，爱到不要命，我不信你说不爱我。我没再回答他，转身离开。婚礼的前一天晚上，江宁为了试婚纱，一整晚兴奋得睡不着，而我将自己锁在房间里，用胶水将许念念的那张照片一点一点拼凑完整。豆大的眼泪落在照片上，瞬间就将我拉回了回忆里。那时候，我正和许念念一起迎接我人生的第25个生日。她给我做了一个大蛋糕，上面插着一个蜡烛，让我许愿。我双手合十，虔诚许愿：一愿，许念念平安康健；二愿，我可以尽早娶到许念念；三愿，可以和许念念平安偕老。可是还没吹蜡烛的时候，手机响了，队长告诉我要出个任务。就那样，我连蜡烛都没吹就离开了。许念念看着我，眼神不舍又心疼。我等你回来哦，你的蜡烛还没吹，生日愿望不会成真的。
我笑着捏了捏他的脸，将他的照片放进胸口，飞吻离开。等我回来吹。后来我回去了，但等我的人再也不在了。守着许念念尸体的那几天，我吹了无数次蜡烛，可是他都没有回来。最后的最后，我接到了最后一个任务，而任务的目标就是杀害他的凶手。如今我一步一步走到现在，终于可以为我的念念报仇了。念念，等我！婚礼现场里的所有人都在。江少川看着自己的女儿出嫁，感动出了泪水。我倒是很期待他知道真相的样子，我也想让他尝尝极度痛苦绝望的滋味。新娘，看着你面前的先生，你愿意嫁给他为妻吗？不管贫穷还是富裕，健康或是疾病，你都愿意呵护他，陪伴他，一起白头偕老吗？我愿意。江宁扬起幸福的笑，格外笃定。神父又看向我，新郎，看着你面前的女士，你愿意娶她为妻吗？不管贫穷还是富裕，健康或是疾病，你都愿意呵护她，陪伴她，一起白头偕老吗？我冷着脸不说话。婚礼现场顿时传来窃窃私语，连江少川的笑都消失了。江宁急得眼圈通红，笑容苦涩，仰着头小声地祈求我：赵爷，说你愿意，求你。同一时刻，江少川的心腹进来，在他的耳边不知说了什么，惊得江少川猛地站起了身。什么？有警察！话音刚落，外边的枪声就响了起来，婚礼现场瞬间乱成一团。江宁震惊地看着开始大笑的我，教堂又陷入了诡异的安静。我不愿意！江少川气得心脏疼，掏出家伙时就指向了我。是你对不对？可是这一次，江宁，他的亲生女儿，挡在我的面前。爸爸，不要！教堂很快被警察包围起来。这么多年，我掌握的证据确凿，终于能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宁宁，躲开！老子要崩了他！江宁被吓得大哭，浑身都开始颤抖，却从始至终没有松懈分毫，死死挡在我的前面。下一秒，我也掏出了家伙时，砰！当着江宁的面，我直接解决了他的父亲。江宁僵硬转身，对上了黑漆漆还冒着烟家伙时。抱歉，我是警察。江宁什么话都说不出来，两行清泪落下，整个人也都跌倒在地上。我的同事们冲进了教堂，不过几分钟就全部拿下，和曾经的队长敬了个礼。我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这次可是大功一件啊！赵爷，我没说话，只冷冷地居高临下看着江宁，就像无数次他那般看我一样。都结束了，江宁，我们的婚礼，你爸爸的生命，还有你的人生，你这一生踩着无数人的鲜血，活得光鲜亮丽。你爸爸给你的每一分钱，都是我们深爱的人身上的血。江宁沙哑的声音响起。可我做错了什么？他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歇斯底里。我做错了什么？要被你赵爷如此的玩弄，要被你赵爷赶尽杀绝。你杀了我亲爸，赵爷，可我爱你啊，你怎么能？我冷眼看着他被我的同事带走，说着不顾江宁的哭喊。我恍惚走出教堂，我换了一身衣服，买了一个大蛋糕，这一束花去了念念的墓前。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1周后人们会在这里发现我的尸体，但他们应该替我高兴，因为我要把报仇雪恨这个好消息去告诉我的念念。点击关注此账号，可阅读更多精彩内容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